大家好，我是一元，今天要插播一下1254的 KVK 了。在昨天我关直播之前，最后看到的地图画面是这样子的，也在昨天就已经告知各位1254这一次是输了 KVK 了。1254都已经自顾不暇了，没有办法去救队友，302跟2327没有办法从关卡出来，1525没有办法扛住1846，1254没有明显积极想要作战的感觉。直到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看到的画面变成这样了。如我预料的一样，1254是输了这一场 KVK。在奥尔良子城有超过3/4的领土都已经被365占领。原本在254隔壁的525旗帜也是拆掉了，254的领土也是越来越少。302、2327依然还是没有办法从关卡出去。这场班尼的复仇之战是失败了。这场 KVK 也是254最后的告别战。在这场 KVK 结束之后，254的2个联盟即将会移民。原本想说在他们移民之前至少打好这一场 KVK 获得胜利，没有遗憾的离开，留下辉煌的一笔。但是事与愿违，并且今天早上看到讨论区有人分享了班尼做出的这一次 KVK 总结，内容稍微有一点长，请各位耐心看下去。经过多次的讨论，他们决定接受这一场失败的 KVK， 原因如下。这场 KVK 是一个游戏数字，尽管他们很庞大，指的是他们王国人口还有战力，但是奥尔良的助阵技能围殴带来了优势，让他们没有办法去增援旗帜补兵，也因为这样让他们死得更快。我觉得班尼提出的这一点是因为他是弱势方的关系，假设他是进攻方的话，他并不会觉得这个助阵技能有什么问题，反而还会感谢助阵技能帮助了他去围殴旗帜、围殴集结、围殴要塞之类的。或许助阵技能是原因之一，但是我觉得不能把所有的错放在助阵技能上面。第二是说他们投票率很高，但是没有什么进展，不足以弥补他们损失掉的旗帜，都是向前走一步，向后退2步。这里指的应该是发联盟邮件问有没有其他的玩家要一起推旗帜，有没有在线之类的，就是有人在，但是打又打不过别人。第三个原因，他们看了数据，有很多人没有来，在8个月以来没有移民的情况下，这个是可以预料的。他们预期有很多人肯付出更多，然而他们没有。在这场 KVK 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压力，不仅是那些来的人，还有那些计划和执行的人，应该是指阿斯官员。为那些有参与的玩家感到骄傲，我们打得很好，我们付出了一切。但是失去了这么多的空间之后，应该是指领土，他们没有办法在皇庭继续待下去，他们的活跃度是如此的糟糕。是的，确实如此。其实在昨天254拥有的领土还有很大一部分，但是我没有看到有多少254的玩家有积极作战的想法，跟对面365的人数比较起来是天差地别的，只有看到254几个玩家走出来而已。接下来第二个部分，这是最困难的部分。他从来不是一个喜欢告别又或者是太过 drama 退出的人，但我觉得我欠了你们所有人。在这里度过了14个 KVK， 哇，他已经在254这么久了，拥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之后，我相信在 ROK 的世界已经结束了。没错，班尼他是说过他要弃坑了，但是之前听到都是传闻，他这里是已经明确说出他想要弃坑了。长久以来他一直都有这样子的想法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游戏已经没有让人这么愉快了，而且更加的枯燥，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，因为我喜欢这里的人，还有所有努力工作的人，还有各位肯战斗的战士。有太多的人他无法一一说出大家的名字和感谢，你们知道你们是谁，我相信会有积极的变化。我从未打算让254变成他自己的个人秀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中有许多人在我不在的时候更有领导能力，你们都是了不起的玩家，我非常喜欢我在这里的时光。但是我的优先事项已经改变了，我从来不是一个手机玩家，也从未想过在这个东西上花这么多时间，我相信大家也是一样的，我不知不觉的也玩这个游戏玩了5年时间。万国觉醒也是我玩这么多游戏以来玩到最久的一次，我最后一次玩最久的游戏应该是神魔之塔，但是也是仅仅2年而已。这个游戏严格来说，大多数人都是把它当作交友平台，认识了很多朋友，认识了不同的玩家，拥有很强的羁绊关系。也就是因为这个羁绊关系，让很多玩家他们都不舍得弃坑，朋友们都抓着不走，你没有办法弃坑，但是又想要弃坑。在剩下的时间里，他仍然会在这里，他这个邮件是发在 DC， 也就是说他依然还会在 DC， 并在之后保持联系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最好的决定就是离开，把他的时间投入到他更喜欢、压力更小、更有成效的事情上面。所有美好的事情都必须要结束。我再次感谢你们在这里的所有美好时光。
感谢你们开的玩笑 KVK 和打闹。他相信他建立了一个没有办法替代的传奇王国。无论这一次的 KVK 结果如何，这都是我的初衷。我很希望能在高处的时候离开你们，也就是说在王国最辉煌的时期离开他们。我为我能够帮助建立王国而感到自豪，因为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，并且帮助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战士。对于那些最近来这里坚持了这么久，希望有一个更好 KVK 的人，我感到很抱歉。我们付出了一切，但是我们应该获得，下面那个应该是 better， 应该获得更好。不过他在最后也是开了一个小玩笑啦，他讲这一段话呢会做成一本自传，书的名字叫一个万国觉醒玩家的回忆录，还有 Raj 就是一个婊子，把你敬上。不过最后他还有讲了，他有答应过 Redline 要做最后一次的告别，所以之后 Redline 那边应该会做一个 podcast， 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他那个 podcast 应该也算是Bunny最后的道别了，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要跟他聊啊，要问问题呢，我觉得可以通过那个方式去问。那么Bunny这段东西写出来之后呢，有很多人感到惋惜，因为他也算是万国觉醒以来最老的玩家之一了。可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Bunny在离开之前也没有办法复仇成功，他跟365的世仇还是没有办法解决，也在王国解散之前也没有办法达到最好的成绩。看了Bunny的理由，我觉得他给的理由也不算是真正的原因啊。我个人觉得他们会输的原因就是休息太久了，太多能够战斗的玩家都已经选择移民离开了，因为他们休息超过半年以上了。那相信各位应该都知道，如果一个先锋王国休息太久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吧。那一般来说大佬呢，他们是没有办法忍受太久不打 KVK， 并且太久不打 KVK 会让一些玩家感到松懈，他们就开始没有什么战斗意志了，可能已经恢复原本正常的生活，变得比较懒散，没有什么时间上线去打架了。可是先锋王国太过强度的 KVK 也会受不了。在之前我就有开过一场960内战的直播，里面就有明确讲到他们太长时间打 KVK 太高强度了，时常要因为招募新的玩家而压低战力，那个战力也没有办法去打真正的仗，没有办法维期，也只能保持在7队而已，也很少有跳过报名的时候，而造成无形的压力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960呢都会有跳过报名的时候，不像以前那样每次结束 KVK 跳第一次报名就马上去报名了。比方说这一次 KVK 960就已经跳过3次报名。那254的情况明显就是他们王国体积太过庞大，没有办法匹配到更好的对手，也因为他们王国体积过于庞大，有其他的先锋王国都不敢跟他们应战，变成254要不断的去邀请其他王国，问其他王国要不要一起打 KVK 才可以打架。再加上254是已经很老的王国了，有可能有一些原住民玩家或者是农夫一直存在在254里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屁股赖死不走的那一种。有可能体积庞大也是因为农夫造成了，但是他们又不舍得去清零这些高战农夫，这个也算是每个老王国的诟病。因为是朋友，因为是羁绊，因为是老玩家，所以不舍得清零。SW 和 HMB 他们会选择移民也是这个原因吧。再来就是他们放出移民的消息太早了，会影响玩家的士气，让他们觉得哎呀，反正大家都要移民了，那我出去打干嘛？先锋王国的顾虑或许我们没有办法体会，但我可以说这一场254的 KVK 是我有史以来看过254这么多场里面算是最糟糕的一次，表现真的不如我预期的那样。最后感谢Bunny还是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表现。不得不说254是真的打过很多场世纪之战，表现得非常好。尽管我知道有些玩家可能不是很喜欢Bunny，不过最后还是跟他做一个道别吧，都已经这么久的玩家，5年的老玩家了。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如果翻译地方有什么错误，感谢大家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